下面直接进入正题，价格就不多提了，因为都是 D 级，基本上都是100出头的样子，均价120左右。擎天柱现在海鲜市场上基本上是100元内了，还是挺划算的。另外说一下，威震天的这个炮是我后配的，等玩到它的时候再吐槽。这款老威我有很多想喷的点啊，那就一个一个来呗。先看大黄蜂，设计师是我们大家都敬爱的山田康纪，但是我并不打算在这支上面拷打它。这个臂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把玩什么的也挺舒服，特别是腿部的变形，挺解压，挺顺畅的。本来不是很看好山田康纪的，但这款做的还真挺对我胃口。单看玩具不看设计师，我还真想象不到这是您的作品，不像您的风格。怎么这话说出来像在黑山田康纪？整体身高来到了12.5厘米，是4个人里面最矮的，但身形比例我感觉是最舒服的。依次看看细节及可动吧。头部还算传神，挺有设定图的神韵，就是表情太正经，不太符合 Badass 创的人设，那种夸张的大喜大悲，这种平淡的表情应该很少出现在 B 的脸。各位手艺人可以上个渗线，让大家看上去更加精致一点。抬头低头幅度如此，球冠360也是没毛病的，后脑勺是这样的，可惜的是没给替换面罩头，大黄蜂独特的战斗面具，但总体还算是过关的。躯干也是尽量往设计图上去靠的，这个深 V 领子还原了，但要变形也必须舍弃一些，就比如说胸口下面的弧线。设定图呢是向下之后往里收的，玩具的话因为是真车头，所以就没办法了。胸口总体造型跟背包还是很和谐的，角度很自然，背包也不累赘，背包下沿和胸口车头在同一直线上，这就很干练，不拖泥带水的，很清爽。腹部跟电影 CG 图细节也能对得上，就是缺色。腹部360旋转也是没问题的，这款可以利用变形关节进行一个下腰，幅度还不错。弯腰就不行，只能利用腿来假弯腰。手臂的话，真轮胎就在这一块设定图应该是黄色的，形成完整肩胛这么一个造型。大臂小臂细节也都有拿捏，缺色是老传统了。小臂背面就是车形态细节了，包括内侧看后面方方的，在人形也会有点穿帮。手臂平台如此，变形关节可以让手臂脱臼。球冠很紧实，大臂可以旋转，曲肘90度，但是有概率这个盖板会回不去。弩管手依旧传统，不可动。配件附带的手炮和手刀，刀刃不是透明件，有点可惜啊。这款没有用到透明的板件，用到的话成本又得上去。手刀也不能直接安在小臂外侧，不能还原剧中那样，只能插在炮上用手拿住。还原了设定图上的一部分，但是没有完全还原。手炮可以收纳在背后，配件还有一把枪，可以拿在手上，为了收纳牺牲了枪的迎面，可以挂在小臂后面，也可以挂在屁股后面，是像高达枪械统一收纳方式一样。腿部的话，我觉得是这款最不好看的地方。第一眼看上去最奇怪的就是小腿的片片，很像鱼鳍，就给人一种很难受的感觉。这边其实可以做一个轴翻转，应该也不难。咱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跟建模对比，其实有那个意思，但也只存在于这个角度，别的角度怎么看都比较难受。为了车形态顶上的这个片片牺牲的小腿造型，我觉得可以在车形态适当牺牲一些，不一定要完全还原车型，你把这个人形小腿做得更好也不是不可以。外露的这俩排气管也挺难受的，挺突兀。可动，前踢后踢如此，侧踢到不了90度，大腿有平转，屈膝如此，接地非常夸张，因为变形还有一个向后的翻转。脚底板偷胶也是无奈之举，但通过脚后跟这个零件可以让轮胎切换接地与不接地，这点还是很不错的。下面来看变形吧。
车形态着实还原，这点没得喷。4个铆钉轮滚动是不用愁的，很顺滑，大小正合适，当鼠标手感很好。车头几乎所有的细节刻线都能在设定图找到出处，车上隐藏的排气管位置也是对的。缺点呢，就是尾部并不像设定图上一样流畅，跟车身并不在同一平面上，这点因为变形牺牲了。小遗憾，尾灯红色涂装也少，基本操作。底盘收纳的不错，没啥大问题，武器收纳状态如下，素质很不错的一款小车。起源本线的那支臂我还没有玩过，有机会入一支吧。下面来看大姐头艾丽塔吧，设计师是我们的老资历江岛多圭南老师，这个我其实是比较失望的，但是我觉得不能怪江岛，设计上变形思路还是可圈可点的，要怪就怪孩之宝的做工和玩具后期生产在建模上做出的改变，这就要怪艾文布鲁克了。就来简单看一下这个不能固定的盖板就只是放上去的胸部，对我来说其实还好，脖子后面有一点点悬空我也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它的变形体验是4支里面比较差的，不是说它变形思路不好，它的设计还是很出众的。差强人意的是把玩体验，变形的时候咱们细说，关节也是4人中最松的，是4个玩具里面它相对来说松，不代表它关节松垮到不能玩的那种程度。起源这几只的球关素质还是比较高的。来看玩具细节吧，身高 13.8 厘米左右，身材一看就知道是女性，当然要做到设定图上那样没有载具的元素外露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呢一些细节也都能对得上。先看头部，我非常满意这个头，应该是目前 SS 的起源里面最好的头雕了，该上色的地方都有涂装，唯一的遗憾就是眼睛内部细节没法做的那么精细，对比设定图已经很还原了，可惜头上2个小天线不好做出，这个大小的玩具如果做细小天线很容易断，做成玩具这样已经是很可以了。抬头低头如此，脖子后面并没有固定，所以是半悬着的，不过不松，能悬住。抬头不能幅度太大，不然胸就顶出来了。左右摆头，球关360旋转，后脑勺是这样的。躯干部分，胸口盖板对比设定图能看到，造型几乎就是照搬，肚子这里涂装应该是连着的，玩具就断掉，看上去很像肚脐啊，没必要省这一点漆吧。躯干整体设计也藏了车后的2个轮子，不愧是老资历啊，江岛老师您很懂设计。背后背包如此，折叠了车形态的壳子，腰部能360旋转，胯部的话设定图上胯还是很大的，侧胸甲也很大，但是玩具胯部造型就比较单薄了，也是因为躯干外框架干涉舍弃了。看看手臂肩膀大体上没什么毛病，跟设定图造型上基本一致，小臂外侧装甲也是无奈之举，但你可以帮它取下，瞬间就清爽，但是小臂后面就会偷胶了，不过这个偷胶量在孩之宝这边应该是不用惊讶，很合理。手臂分件相比其他几只是最少的，关节全是球关，可动也是标准的球关可动。看看腿，大腿造型没问题，双层嵌套，内黑外白也很还原设定图，就是转的时候球关很容易脱出，这个双层的平转关节也没有多有用，角度比较有限，前踢后踢都能到90度，侧踢如此，比较松。设定图上的小腿轮胎是在腿的正中央的，玩具2个轮子要合成一个轮子，所以放中间的话又要增加分件来移动它们，于是呢就放在小腿的内侧。怎么说呢，我还是有点在意这一处的，就算轮子不是居中，我个人还是偏向放外侧，内侧总感觉有点难受。小腿甲依旧尊重设定图，造型还是很到位的，膝关节是这种双段的，所以说可动很不错，就是这个关节有点松。脚掌接地，球关幅度有限，2脚掌是一样的，这个不用担心顺边，这种设计就是节省开模成本，避免安装错误，工厂大妈拿到脚掌直接安上去就行了，不用区分左右，对变形也没有影响。如果你觉得膈应，拿剪钳剪掉外面的这个凸起就行了。
配件给到了一把枪，比 B 的那个精致很多。这枪有涂装有分件，枪把还能调整握持方向，细节刻线比 B 那个多了。连接口相比之下也不突兀，小多了，就连枪口都有细节刻画。配件的话还带有这么一个飞行背包，居然有涂装，造型如此，扁扁的，还有外露的一颗螺丝，哇，是超合金。这个背包4个人都能用，背后这些插口对应4个人不同的位点。虽然是艾丽塔里面附属，还占了它的分件量，但是艾丽塔反而是最难带上的。艾丽塔是利用背包的这2个孔位对接，因为这块突出零件的干涉呢非常难安上，要找准角度，最后也只能安进去一点点，轻轻一碰就掉了，不牢固。这点把玩体验非常不好。像 P 的话，我随便一按就进去，不用刻意去对准，还很牢固。等下后面展示擎天柱和威震天的时候，再来看他们背这个背包。所以说，如果你想4小只每个人都有背包和枪，就只能多入艾丽塔，或者单收智雅配件。想要获得尊贵的孩之宝独家镶了金边的住宿受热不均匀产生无敌水温的独家塑料，就要多付出一些。我大概会把这个背包留给明年出货的第2形态奥利安。OK， 下面来看大姐头的变形吧。变形思路还是很不错的，把玩体验就差强人意了。车子这个宽度也是无奈之举。不过这个干涉背包的监视器牛魔的能不能做扁一点啊？设定图上也没有很突出啊，玩具反而突出了。不还原是一方面，主要就是干扰人形背喷气背包。车形态背包是这样安在后面的，效果还可以。枪可以放在侧面，后面双轮的卡扣就是单纯放上的，没有固定位点。后排气是大 B 造型，转一下。设定图上是这样的，后方2个镂空轮子还可以，还原到位了。底盘有些牵强，但也只能这样收纳了。可能是我变形不到位，我记忆不清，变不好。这个头我总是接地，导致滚动性不是很好。后轮虽然不是铆钉轮，但是滚动性意外的不错。前轮是铆钉轮，但因为是2半合并的，加上两边都在给这个轮子一个摩擦，2个轮子合一起，导致摩擦应力更大了，所以滚起来不如后轮顺畅。这造反天罡了，这是铆钉轮居然没有卡扣轮滚动性好，在这款玩具上也是见证到了。另外啊，有这个头知道怎么收纳不跟地面摩擦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一下。打开上面的盖子，我们能看到大腿这里是球关连接，只要有一点点弯，底下就不在同一条直线上，有一点点的扭动，前后都会跟着扭。这里是球关，这里是球关，除了上面这一处的卡扣，其余的几乎就是没有那种阻尼感很强的卡位了，调整起来呢就会有点难受。这也是这一款把玩起来不舒服的一大原因。可能你们看视频感觉不到，会觉得设计不错，有亮点。还是那句话，设计的确是可以的，变形思路也没毛病，问题就出在孩之宝那边的做工和调教，导致这款玩具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优秀。说到底还是要上手玩，
玩一遍你就晓得我的意思。OK， 大嫂看完了，下面来看大哥吧，来玩擎天柱大哥吧。之前百威放大的那个李荣浩脸的起源柱对比视频里面，我们已经玩过一次了。今天再简单看一下，设计师是梅津周平，玩具身高大约15厘米不到，整体造型第一眼看上去可能会有点肿胖，但看久了还可以，因为动画里面大体上就是这种造型。颜色的话，我现在还是觉得这个黄灰色不是很好看，有点屎黄屎黄的。但是儿童玩具这个级别想要全漆面涂装也是不可能的。我这只是去年12月买的，把玩也快是1年了，正好一起看看现在的松井如何。头部拿电影里面的造型做个对比，玩具鼻梁变高还变细了，算是加了点美颜嘛。眼部细节刻画是没有的，就是纯色。这个头看多了还是挺顺眼的，至少比百威那个强。因为变形结构呢，球冠在头的后面，所以抬头会有个小穿帮，没有脖子，换来的就是可动增加不少。头能完全上抬，可以还原奥特曼的变身姿势，还能把头藏起来，实现摸不着头脑这个造型。头的侧面、后面刻画分别如此，没什么好多说的。头的球冠玩了1年了也不松，可以。躯干造型是这样的，跟设定图简单做个对比。设定图上看上去高挑的原因是因为有腰比较长比较明显，玩具的腰就很短。设定图呈现出的腰外甲这一块，玩具放在了裙甲上，导致这个玩具腰看上去更不明显。这块裙甲还非常容易掉，说白了这样的造型也不错，我也能接受，瞬间变瘦了很多。外面大裤衩的刻画内部也有，就是裤裆侧面的造型，侧裙甲缺失了。胸口可以打开，双层零件，透明和实色嵌套，里面黑客帝国也能取下，有涂装。透明塑料内侧还有菱形波纹，很像奥的计时器。通过外面的凸起拿在手上。胸口的缺点呢，就是比较松，而且没有很明显的固定位点，一开一关就是如此。除了这一处呢，躯干的变形折叠关节也比较松，卡扣不能按到底，总会露出一点，这样强迫症很难受。来到背面，大龟壳也是遭吐槽的一个点，梦回围城时期是铆钉固定死的，不能取下。这里是真车顶灯的细节涂装，胸口这边还有一个假的车顶灯。掀开背包后面，看到机械细节刻画还是有的，屁股的3毫米孔洞也方便上支架。你把洞上方的这个圆形细节看成静止的标志之后，看久以后就回不去了，还挺有那个意思的。背包内侧的这俩小突突和小凹凹可以收纳车形态的镭射线，不过也是收纳了个寂寞，巨松，松的不能再松了。这块零件也很容易丢。拿出我们艾丽塔的飞行背包，柱子是利用外面的卡槽去安装的，紧实度还可以，把后面一整块看成飞行背包就顺眼了不少。下面来看看手臂的话还是可圈可点的，可动很不错，真的很不错。因为变形需要设计了很多关节，我拉出来带大家看看。根部是一个旋转，然后这里平台，上面还可以转，这里又是一个轴，后方又可以动，大臂平转也在，曲轴90度，撸管手这边也能转，整个手臂8处可动关节，真的很不错。而且各关节松紧也适中，穿帮的时候找另外一个角度也能拍，可塑性很强。车形态轮子在这里，烟囱可以转动，非常的紧，转到前面就可以还原电影里面喷火的一个姿态。小臂偷了点色，黑色没有，可以自行补。撸管手可以握持这么一个颜色错误的能量符，我一直想要个颜色对的，就是电影里面那种黄色光效周边泛蓝的感觉。还能握持 B 和艾丽塔的枪，是这么一个效果。看看腿部吧，大腿槽点无非就是外露的固定位点，整体是红色塑料上的漆面。其实这里你给我手臂这样的原色屎黄色我也能接受，挺协调的。这个红色的话就有点碍眼。大腿跟球冠
很多朋友看到就会说球关劝退，但是 SS112 的球关玩过的都知道，很紧很紧。我暴力把玩1年了，这款也几乎没有入柜战失过，都是在我桌面上的，阻尼感很棒，前踢、后踢、侧踢幅度如此，大腿还有平转，屈膝90度多，接地幅度90度，很大。整个小腿设计在擎天柱上很常见，我们玩过很多这种小腿的柱子，小腿细节如此，跟设定图比较接近。小腿正面玩具是分件加涂装，设定图上是蓝色银色交替的，玩具颜色就没做那么细。背面有透明蓝色轮子，很漂亮。这个底下还有水口，这水口还呲了。如果你不喜欢小腿内侧过厚，也可以这样翻到外面，怎么舒服怎么来。下面来看它的变形吧。OK， 变完了，非常简单，滚动性也不错。斧子是这样收纳在后面的，填补了一些空洞。有个注意的点就是腿在变形的时候不能伸直，先把手伸直，扣进大腿上的卡扣，再握住小腿的把手，调整一下这个膝盖关节，角度自然就水到渠成了。底盘是这样的，这里空洞有些大，设定图上烟囱的方向应该是朝后的，玩具也可以。但就是调整完方向以后，前面还是会伸出来一块，整体没什么大毛病。来看这个激光炮，造型跟前保险杠一样，这款没有日版独占 L 级的那个弹射机构，只能靠拆装来实现这个造型。安装手感还是很紧实的，想拆下来的话，用指甲从后面推就行。总体来说挺好玩的一款，现在蹲一蹲100元以内也能拿下，不错的。这款货量很大，之前也作为赠品赠送，价格也不会涨到哪去，人形态车形态都蛮好玩的，适合新手入坑。山田康纪，请你告诉我这是谁？你的建模水平就是如此吗？或者说如果不是您亲自建模的，在您的监督下，怎么能让这个头雕出来霍霍人呢？跟设定图上的小年轻完全是2个人。之前在金客 KO 放大的那个对比视频里面，我已经吐槽过一次了，但今天我还要再吐槽一次这个头雕。这高耸的苹果肌，这刻意到像划痕的法令纹，这厚厚的嘴唇，你给他戴一顶卷发，我都差点把他认成壮壮妈。何意味呢？这个头雕真的不理解。可动的话，常规的球关，变形关节带来的低头幅度也很大，只能靠俯视遮住嘴来这个装逼了，这样颜值能上去一点点。除了头雕之外，这款槽点也是巨多，咱们一一拷打。先取下我后装的炮，这款是没有电影中的3管炮的，是我找手艺人 3D 打印的。原版这个炮的尺寸就很小家子气，这款是110左右，好价的话100元内也是有的，但这款也是4支里面最贵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想拥有一个完美的 SS114，必须买个本体，还要收一个3管炮，
还要搞一个头雕，分别给他们上色。所以完美的起源威震天成本是最高的。来看躯干部分，躯干倒没什么槽点，造型啥的也都对，就是灯的涂装用黑色，用蓝色、黄色、红色点这个小圆点会好看一些。腹部这块零件上的黑漆，跟腰这里的黑色被塑料截面隔开了，这里给我的感觉就有点廉价，不知道的还以为掉漆呢。躯干前面后面割裂感有点强，后背很平啊，背包可以取下。可能有朋友会纳闷，为什么不做成柱子那样用铆钉固定背包呢？这款背包可拆卸，是为了还原电影里面柱子用炮管砸老威，砸完又被这个老威回收了。这就体现了变形金刚造型上无限的可能性。虽然槽点多，但是这款也是 more than BZI 的。它身上的5毫米孔洞是4只里面最多的，最 Ever Fusion 的一只。我之前也发过图文，用传世石头人跟它组合，组成一个狙击型老威。这款在可玩性方面没得说，拓展性很强，可以取下背包后面收纳的炮管，就用上这个飞行背包了用下面这个槽固定，依旧是固定的很牢靠。这个背包只有艾丽塔固定的不牢。看看手臂造型，大臂跟肩膀连接处非常的草率，我个人是很不喜欢这种关节的，它不能叫设计，你懂吗？感觉设计是为了逃避问题，给出了一个小孩子都能搞出来的答案。这个地方康基要不就是用了很多的心思，花了很多时间思考，最后不得已只能推翻一切重来，考虑了分件，考虑了细节处理等等，很多，无奈只能用一根杆解决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啥也没想，直接一根杆出着，没有任何细节。小朋友们觉得这两种情况哪种更合理呢？这种火柴人关节我真的不想再看到了，一根直直的长杆，真的很不美观，也让偷胶变得合理起来。因为要避让可动平台，所以这里是空的，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啊！朋友们，这种逃避问题的不美观弱智长杆球关，是我们敬爱的大西老师在核心级玩具上面都不会用到的设计。山田康基您随便一出手，就是我们大西老师的一辈子。咱们第一个玩的 B127 也是您的手笔，怎么让我在同一期视频打我自己脸？不过 B 是比老威后出的，证明咱们山田康基还是有在进步的。黑历史咱们以后也不多提了，希望您在 TT 社步步高升，以后能做 MPG 系列了，千万别把这种弱智长杆球关带到 MP 就行，我真的求你。因为变形，所以曲轴可动不错，拳头呢又是一大槽点。这次的撸管手不能撸管，不是全通透的，而且造型上是切分开的履带。康基您的想象力还真的比亚克强，这点他都能想到。这个拳头造型我反正也还是喜欢不起来，看这么长时间还是喜欢不起来。胯部造型还是挺尊重设定图的，就是裆有些窄，设计原因。大腿可动还不错，没有什么阻挡，前踢后踢侧踢啥的也都随便踢。大腿上面这块分割并不是平转，是这样一个变形关节，这掰一下这造型瞬间就起飞了。平转关节在下面，小腿后侧盖板有点松，无法扣紧，这点不是很舒服。从侧面看上去完成度还是比较低的，小腿后面的造型只兼顾到了载具形态的外观，人形态就嘎啦放着，就是挂后面，有些许敷衍。脚掌接地幅度如此，下面来看它的变形吧。
OK， 变完了，还是很简单的，是4个人里面唯一一个没有轮子可供滚动的，这点就很扣分了。你本来就有很多的槽点，撸管手也牺牲成履带了，你这不给个轮子还说得过去吗？在这个底下搞4个小轮子很难吗？拿下我后配的这个炮，跟设定图比看造型，怎么形容呢？我第一次对比设定稿的时候盯了半天，你们知道吗？就是一直盯着它看，这实物可以说完全的不还原，比例崩坏到了极致。本来底盘占比最大的贯穿的前后2个履带，设定图上造型中间其实只有一点点没有履带，但是到了玩具以后就变成一前一后这2个小头，整体长的是不得了。真的我都懒得去对照设定图找各个细节的出处。炮台这个关节还比较松，不至于不举，就是单纯的不紧。底下空洞也不想多说啥了，头只能这样外露着朝上看，朝里面的话就阻挡变形了。你把头拎出来挂前面，我都说你致敬边亚坦克维。你既然都想到了要把头藏起来了，为什么不让他转过去面壁思过呢？还把这个大脸露出来，有时候真的不知道康基想干啥。载具形态没啥好多说的，4个里面我最不满意的就是这个载具。OK， 4小只都玩过了，我尽量详细的带大家看了看，如有遗漏和错误，也请大家在弹幕和评论区指正。真把玩的话，还得大家亲自上手才能体会到玩具的好坏。好在目前这几只都不是很贵，都可以买来玩玩。4只里面2个都是康基的作品，感觉很好的反映了它的水平啊。上限估计就是如此，下限也在这不对，说不定还能突破下限。我不是在黑他，我这是在激将他，希望有一天他能拿出一个作品狠狠的打我的脸。好了，本期视频也差不多了，马上开始写这个年度10佳的视频文案了，大约在1月中下旬发视频吧。到时候还会发一个新的变形金刚学生党入坑指南 2.0， 这俩属于是年度大佛，以后每年都会整的视频。视频里面也会进行这个抽奖活动的，到时候大家多多捧场。近期呢，大伙期待的百威 KO08 柱子也在日程上，会尽快做视频的。本视频没有任何软广和玩具商单，都是我个人的玩具分享。视频制作不易，也请各位老爷点点赞，有条件的来个3连，你们的支持是我更新下去最大的动力。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Goodbye。